知道吗？在孩子们手中飞舞的扯铃，不只是游戏，更是一项充满文化与动感的民俗运动。学姐，为什么我这个动作转不过去？那你做一次给我看。为什么我转不过去？我做一次给你看。你注意看，我等一下后面会是右手先转过来。这边你看我是右手先哦，右手，然后再左手，然后继续做刚刚前面的风火轮 ，OK 吗？你试一次。从小培养，从乐趣出发，扯铃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专注、耐心与坚持，更透过团体练习学会合作与互助。对，就是这样。你看，你转过去啊。学姐，为什么这个动作都抛不好啊？你看我做一次，注意我左手的地方，我会往前面这样伸，就是不会太高。好，我再试一次。哇，真的成功了！别小看这看似简单的铃与绳，它融合了身体协调、节奏掌握与创意思维。每一个动作，每一种花式，都是孩子努力练习的结晶。我现在练扯铃已经8年的时间了，然后我觉得扯铃可以让我提升专注力，然后还有一些心理素质，然后也可以获得很多上台表演啊，或者是练习团队合作的机会。那它带给我的乐趣就是，因为在练习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多成就感，所以会让我想要继续练下去。我玩扯铃已经4年了，然后我觉得我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自己的自信心，还有耐心，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它可以让我挑战自己的极限，然后超越自我。我练扯铃已经3年了，我觉得练扯铃可以让我提升专注力与耐心，也可以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享受扯铃技巧进步的成就感与表演的乐趣。学姐，你还在扯啊？对啊。走啊，让我去国小杯扯给你看。好，欢迎您继续的透过台海卫星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114年全国国小杯扯铃运动锦标赛。在今天下午，也是今年全国国小杯最后的赛程。是下午的赛事转播工作，一样是由我主播蔡博宇，这边邀请到是郑子怡郑老师来跟各位一起欣赏下午的赛事。郑老师你好。你好，还有各位现场以及观赛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好，在上午已经进行完了一部分的赛程了，那现在下午的部分要从女子的双人赛来开始。对，而且下午的赛事是全部都会看到的哦，个人、双人、团体全部都会看到哦。所以今天下午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雨农国小一起来观赛哦。对，在今天的下午啊，还有相当多这个高年级组的小朋友准备要来上场。是。首先看到高年级女生的双人赛，第一组的选手丽湖国小的张贤爱以及曾丽彤。好，昨天看到双人赛比较重要的点就是2位选手他们的同步，那以及一些抛铃上面的配合。是。
哇，他们这个两人抛4零出手的时间很好哦。这很特别的是，其实2式是一个高一个低的。那一个高一个低，其实他们时间是对的话，高跟低的人其实是会同时接到0的哦。是，对对对。那这边他的 partner 突然失误，他的危机处理的这个反应也很合适哦。哦，不要，他是换0，但是2个人是做不同的招式，但是抓到同步点哦。对。好，看起来是要做一个2-5哦。好，放弃1颗，但是2-5是这样子，算是干净的成功哦。有放弃1颗，但是还好哦。放弃也还蛮果断的。对。好，这边稍微有点可惜了，缠在一起了。对，这边缠在一起，他们其实解线的速度算快的。就是平常他们就知道谁拿线，谁拿0，怎么样分配。他们到目前为止都很符合这个双人的这个比赛条件哦。他们一定要双人的互动，以最大量的方式来互动哦。目前的互动的频率是很高的。OK， 最后的结尾。在中间稍微还是有一些的小 miss 出现。对。好，女生高年级的双人赛总共15组参加。接着是2号世东国小的吕少宇以及林宣成。目前看起来这2组的服装的一致性都非常高哦，起码衣服、鞋子跟裤子都是统一的哦。对。好，这个很可惜哦。其实，在肩膀以上或肩膀以下的抛零，我们都是遵守左高右低的一个换零规则哦。刚刚可能是高低的距离没有拿捏好，也撞在一起了。
好，双胞胎目前就是只做了一个双零。嗯。哇，那边送的稍微有一点太深了。对，而且其实这个松紧其实是蛮不好拿捏的哦。他站在左右，但是他们没有肩并肩，所以其实是感觉不到 partner 的那个手的力道的。好，他们现在都是单招的互动哦，做的选择是比较保守的选择哦，但是他们的互动性是足够的哦，没有落掉。是。哦，这边有一个小 miss， 现在看赶快再拿另外一颗。通常在 miss 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成功的那个同学持续操作，后面的人才有一个人可以跟随，才可以追。如果两个都停了的话，那可能就不知道时间走到哪里。是。好，霸完接2-3，他这个时间点拿捏得很好，也是不小心哦，真是的。今天的手啊，大家都抓不住零。对对。哦，这个也是一个蛮保守的做法哦，有互换，但是不接续动作当成一个 ending 来做，也是有一个直立零的互传分哦。是，有拿到分数，那难度也不会太高。对对对，他就是先打保守的，不要为了求难，可能造成一个连续失误。那这边看到他的教练看起来在后面是黄教练在陪伴他们做这个双人的动作，还有另外一个高教练也有在陪伴他们哦。是。好，3号是金华国小翁雨涵以及李之颖。这边稍微有点太靠近身体，不过救回来了。对。哇，都是距离。我想他帮他的 partner 掩护的很好哦。对。现在是对于中心其实是有一点中心偏右哦，希望他们把这个位置拉回来，因为整个舞台运用的这个相对位置哦，也会在这个评分的考量之一哦。是。哦，他们很明确的，马上就是在那个零的前面，这样感觉干净利落，整个感觉就很好。好，一个绕手，一个绕脚，对。其实，在双人里面这样子展现也很常见，就是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就是一人做一个这样子。这边失误把原本的零捡起来。哇，也是有点惊险哦。
好，他们两人抛3连的距离有一点远哦。对，这个距离有一点远，基本上他们可以肩靠肩各往外踩一步哦，这个就是最安全的一个距离哦。好，做一个直立铃的双胞胎。这搭配也蛮可爱的哦，一个左边 lollipop， 再一个右边 lollipop， 其实这样看起来也是算一个可爱的编排哦。其实他们这边我们是希望连玉林的这个幅度都要统一哦，所以有点可惜哦。好，这个做一个半趟的跳哦，它只有让一个队员来跳哦，其实是可以2个人都跳的哦。好，他必须要停铃。对。好。比赛时间标准。4号大会报告，请由比高年级甲类女生个人赛的选手，请自减入数减入。再广播一次。请由比高年级组甲类女生个人赛的选手，请自减入数减入。好，接下来是4号，高雄五福国小的陈永轩跟张燕熙，2个人的服装也是有做配合，黑白配。相同的造型，但是颜色是完全的做对比。常常在讲这个天使与恶魔的配色。这样突然让我期待了一下他们的音乐。好，来看一下它铃摆的位置，有一颗摆到后面了。陈永轩跟张燕熙。哦哟，哇，力道有点猛。对，前面棍子有先脱手一下。好，这个绕脚的同步性不错，有一个交换，它出来了还用交换出，在这个双人的运用上面是很搭配的，很得宜的哦。可惜高度不是拿捏的最好。是。好，他们这个是很典型的哦，因为双人的这个错位表现，也希望可以在2个双人的表演里面可以看到哦。除了2-3还加时间差。好，回到经典2-3一样哦，他们很典型的前后左右换位哦，这个也是哇，他们把整个双人能够用的队形变化，他们全用了。对，好，接到一个3-0，再做一个时间差，高包回来接双0，哇，这里很不错，没有给人家那种冷场的时间哦。好，这边看起来他是想要做一个自己双人高抛，然后再做一个平射的互换，再立刻接空中的0，难度是比较高的哦。好，调整一下，重新开始哦。
好，用一个连体婴的双领滚抛，再接一个电风扇。好，他们有点保守哦，他们没做360哦，感觉他们2个应该是可以的哦。好，很轻松哦。对了，连续对射不是最快的哦，但是它算是第2速度的版，第2版哦。好，双直升机。好，2个人都线3，程度很不错哦，属于比较高的线3哦，然后直接做滚抛哦，上升看起来就会直接收了哦。对，不到真正的下降哦，但是处理得很不错哦。好，哇，很流畅哦，编排得非常流畅，很适合他们哦。看起来2个人的默契真的还蛮不错的。对，只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编排的不错，服装搭配还有小朋友的笑容跟体态都很适合，但是在脚步，我认为他应该可以做一个快慢的一个错位。是什么时候增加脚步的快步，什么时候放慢的这个脚步，让他的，因为他现在感觉全部都是速度1，他加了一点脚步，可以让这个速度有一点点变化，哇，那绝对会更加分。好，接着下一组的选手也上场，金华国小的2位选手，黄义杰跟黄彩杰。好，他们选择了一个比较难对齐的一个动作难度哦。一个小 miss 出现了。那他的队友也保守哦，他也做得很好，他没有让这个失误变成一个连环失误。也是帮他救到，实在是太近了。对。好，选择一个比较高难度的动作进入双胞胎哦，哎，2个也都接到了，有的会小放棍，有的直接交，那他们是选择一个空中720的一个双抛棍哦。好，2线1零没有成功，他们直接放弃哦，选择不要再做一次。
好，他们在这样子错位的选择是选择难度比较高的，一个人完全静止，另外一个人走就是一整圈都是他走，这难度是很高的。对，通常我们会各走一半，然后走成一个圆。对。这两个选手是一个高年级，一个是中年级的。哦，如果是中年级跟高年级混合的话，就一定要报高年级组。对，他是以这个年龄最高的选手为主，作为标准。好，这要小心哦，距离有一点不够哦。最后脱掉了，有一点点可惜哦，只差半圈就可以收起来了。希望给他们稍微节奏再明显一点的音乐，什么点做什么，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帮助他们数拍子哦，我觉得那样音乐也蛮重要的。好，接下来永康国小，这个服装就特别做搭配了。像我们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服装是不列入计分的，但是有的时候难免哦，你整体表现跟服装很搭的话，那你艺术分相对的会无形而中就提升了。是。上来先是一个侧手翻。好，这个2线1零，他们选择用培林做，这个的成功几率就比刚刚前面的选择用定轴来做还要安全很多。好，他们会不会转360呢？有点好奇。哇，也是一样比较保守哦。但是其实能做电风扇的都是1等1的好手才有办法哦。是。好，交换棍，这比较特别哦。这个双人的互动很不错，交叉完了，虽然只是回旋的动作，最后收铃也是一个双人的互动哦。好，一样一个正反正，然后正反正反的一个换铃哦，都是比较保守的，慢慢换的一个节奏，没有做到一个连续换铃的那个动作。是。你是选择直接接铃了，对，你也要做换铃。他们做的动作都没有一个延续，后面的一个延续长度，他们都大概都只做一半。那可能是教练有教练的考量哦，就是可能他们目前的程度这样子是最适合他们的，最稳定的吧。是，那这个时间差2、3，跟前面一组一样，都呈现得很好哦。
们比较多站的位置就像是两个平行哦，就像站在彼此的旁边哦。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试试看前后错位哦，那这样这画面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好，做3下的一个2次。好，最后用一个双零2次之后的收尾。是。所以整场下来都是属于比较安全，对，安全牌的。那他们在这边，我觉得他们做起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紧张，也不会改，就是在小朋友的一个舒服的范围以内哦。那我觉得从这次比赛之后，教练已经可以开始挑战这2位选手了，因为我认为这个在他们的舒适圈里面，他们已经应该准备可以踏出来了。好，接下来要准备上场的选手是大安国小陈思竹跟林妍希。这边好像线有点打结了。对，其实这种双抛棍的结完全不严重，可能是紧张就想换。对，就拆不开啊。选择做3下，零数不够的时候，它就会歪斜。对，很歪啊。它应该要止损了。一直因为太歪啊，变成没有办法去做加速。对，而且其实他刚刚在碰运气，看碰运气那个零有没有办法转，有没有转回来？对。对，其实我们会希望选手可以这样子，就是不要放弃，他也会跳回来的。如果下去的时候刚好是正的，对，就捞一下。可以交叉接，可惜哦，刚刚那个 X 没有2条线都在0的下面哦，刚好没有接到这个中心点呢。做一个斜抛再进杯，这2个选手的基本功感觉应该不错。但是因为在上台的这种台上的压力哦，造成他前面有一些失误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各走一半哦，一个走前半圆，一个走后半圆哦，不要让一个人走得特别远。好，一个互动的收零。是。一个做小直升机，一个做大直升机。第一组看到的女生做个背传接上脚，这个是要柔软度不错、程度又好的才能做。
加了一个探海跟一个劈腿哦。好，接下来下一组的选手是高雄五福国小李淑宇跟李新宇。目前五福国小的初赛前面有看到，他们好像都有帮学生做一个不同的搭配，对不对？有一组是粉红泡泡，然后有一组是像糖果色一样的衣服。是。那这一组因为画面还没照到，我们看一下。对。哦，也是粉红。教练非常用心哦，3组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装备。好，五福国小的2位选手李淑宇跟李新宇。哦，是节奏感比较强的。好，目前从前面的一直连续双人换铃，到后来互传双铃的这个节奏拿捏得很好哦。是。他们要注意的是，他们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运这个定轴哦。好，又刚好收铃了，所以应该是在他们的掌控之内的哦。哦，还有加一些舞蹈。对，那个比较娇小的小朋友跳起来好可爱哦。对，看起来应该是小粉丝哦。有可能哦。那大的比较高的这个女生跳起来有点害羞，你看她。有点稍微有一点点放不开。对。好，这里他们也是选择用定轴做这个动作，对，那他这里处理得很好哦，完全没力哦，就直接抓停了。哦，这个后抛的位置抛得很准。是。好，一个时间差做变化，再加上错位的一个2-3，直接进到个人高抛30哦。下来做了一个时间差，再做一个炸开哦，哇，连续2次做得很漂亮哦。自己的滚抛传给队友，变成30的滚抛哦，时间也拿捏得很好哦，只是刚刚可能不小心怎么样就 miss 了。他们目前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抛铃的高度不用让选手等得太久。有的时候你抛太高，你要等铃的时候，你整个节奏等于怕派。这边30没有接到。好，一样不同面向的一个交换铃哦，一个直立，2个双铃。结果直立没转起来。好，看一下他们怎么处理哦。好，放弃不做，等于这个动作完全没有做哦。哎呦。哎呀，可惜，可惜哦！如果他背后过去的话，他接到再放棍回来的话哦，这一组双人的技术难度蛮高的哦。
哇，哎呀一个在对它点水的那个铃就直接松脱了。好，所以直接结尾。对，做的很流畅哦。虽然后面的那个抛三，我觉得失败的有点可惜，因为那个是你要怎么样结束，是大家对你这个演出的一个印象。对，那有点可惜哦。但是瑕不掩瑜哦，前面还是做的很漂亮哦。希望后面还有五福国小的，我要看一下他们的教练还有出什么样的，还有我要再看他们有几套芭比服。嘿，待会晚一点还有他们的团体赛。哦，他们还有前面这个啦，对，黑白的天使，对对对。好，金华国小的陈丽珍跟许维新。哇，这个是完全不好同步的动作哦，他们这里处理得很好哦。从手的小抛接到放棍，这里是哇，美败美败。时间点几乎是抓的一模一样。OK， 这边的 X， 而且他们两个节奏很好。他们连背后的两个连续放棍也那么整齐。可惜哦，脚步的动作有一点少，只有走位而已。其实可以搭配一些勾脚啊，或者是单脚站立的动作，对他们来说会非常加分哦。他们连侧翻接的这个节奏都一样。哇，我们好像没听到他们喊拍子，对不对？哇，他们一定是两个技术超强的个人，那又花了很多时间在练这个双人，练的真的很整齐。整齐之外，他们不是数拍子的那种整齐，他们是真的会的动作的那种，这种应该怎么讲？就是零的这种舒服度，他们两个的舒服度是一样的。好，这里对于这种比较高阶的选手，我们的要求是他运铃的角度都要一样。如果我们是面对单方45度，两个都要45度，并且前后一致哦，这个是给他们更严格的要求。鸡蛋里挑骨头哦。对。好，比较保守的接法，做一个 lollipop solo。哇，掌声鼓励，也挺完美的。对对对，他们走的是一个行云流水风，
那在直立铃的同步性比一般的这2D 面向的确实是有差，但是因为个人技巧很高超哦，所以还是表现得很好。好，这是金华国小的2位选手。好，接着准备要上场的是新人国小刘庭轩跟杨彩璇。他们今天的这个衣服都有这种国标舞的感觉。他们好像都是亮片的，对不对？前面有那个亮金色，那这个是亮银色。以前对于这种绕脚换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能超过肩膀哦。但是现在因为后面接的动作不一样哦，所以稍微在肩膀这一边都是没有关系的哦。是。哦，绕脚这边也是很不错的呈现哦。哦，他们走了一个 X 型，再走一个 Z 型哦。X 型很多人做，Z 型是比较少人做的哦。好，跟前面一组选择一样哦，做背后的一个双放棍哦。这个时候如果2只手举起来的角度不够高，它就会造成这样子平行的往外发射。而且喷的还蛮远的。对对对。哇，时间没抓对哦，一个人左手数拍，但另外一个人挑的高度不一样哦，所以他们这样子确实出手点没有吻合哦。最后的结尾也差了一点。30的这个轨道确实是要更熟练，他才有办法来做这个30左高右低的这个米粒型的抛3哦。是。好，接着是12号
男子国小的2位选手张新瑜跟谢仲瑜。我来到双人赛，男子国小这边就有不同的服装出现了。哦，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确实要进到绕角前面抛的这么高是有一点有风险的。但是这边有一点可惜哦，因为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动作，它没有零了之后呢，学生也不敢去捡，怕造成一个连续失误。但是这边都会变成是双人只换单零，那这个动作的这个技术难度就下降了非常多了。是。他左右都做。对，其实希望他们小朋友中间的那2条手可以背在自己的身体后面。对对对，不会像感觉2个人中间还有一个，还有东西卡在那的感觉哦。好，一样很不错，做一个双人的这个电风扇。不知道会不会再做一次？我要等于2、3，他们是完全放弃不做2、3，就直接放掉了。是。好，这个换位很漂亮哦，不止做360，还做了一个圆的小的圆圈，再做一个大的斜形错位哦。好，2次的高度很好。赶快救起来！好，有点紧张哈。今天蛮多都是最后要到这个30的时候。结尾没有办法顺利的把它给漂亮的收起来。对。好，接着下一组的选手，13号是建安国小的2位选手，徐晴晴跟吴林慧。
好，他刚刚那个绕脚的这个同步性就很不错，他们是用下沉的一个感觉来确认彼此的时间点是一样的、哦。是，你看哦，抛零之前他们也是下沉，利用这个动作来帮助他们。好，这个侧手翻，这个同步性也是对也是不错的，只是可惜没接到了。对，一起掉零。哇，你看这种就是不要放弃哦。你看他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顶多可以说他做的很惊险，但是他不会被扣14分哦。啊，撞到了。好，一样哦，必须遵守这个左高右低的一个规则哦。好，两次比较保守，因为它高低差非常的大哦，但是也是很漂亮的成功哦。这边在递棍子的时候出现一些状况。而且现在他们就完全放弃这个套路。对。他们做这个动作是有优势的哦，他们刚好小的那个蹲下哦，所以在绕这个一定会成功哦。高度差这样就变得刚刚好。对，所以这个一定教练有特别帮我确认一下，看过的哦。好，这个动作其实有一点挑战，因为他们要换到彼此的棍子，身高要差不多才可以，不然的话，变成小人用长线，大人用短线，这个时候就后面动作会有一点危险。好，这是建安国小的2位选手。身高差跟刚刚的搭配是做的非常的巧妙。对，但是他们刚刚最后直立零，他们选择了一个交换棍子的动作，等于比较娇小的小朋友，其实他拿的是那副长棍在做的哦。所以我现在在想说，他刚刚的甩棍失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线太长了，或者是就somehow就不小心失误，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子。好，女生高年级的双人赛还有最后2组，14号是吴兴国小黄宇安跟胡佑轩。2个人连鞋子都有搭配。对，这个就是在这个扯铃的过程当中蛮常见的这个疲软鞋哦。我们希望它可以像平平的，就像跳舞鞋一样哦，它是让小朋友可以很firm 的完全踩在地板上的。哦，还不错，接了一个出海哦。因为出海的这个手的动作跟线上的 shuffle 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哎呀，也是因为时间点没抓好哦。他们这次的编排算是节奏比较快的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这种，比较没有喘息的一个机会哦，就是一招接着一招哦。好，两次简单的做一轮。半轮哦，刚刚只有2下。是。哇，也是很惊险的一个人高3也是惊险的一轮哦。对。这个跑位有一点可惜哦，他让一个小朋友跑得特别远，对，另外一个人跑得比较短。对，我们希望 50-50 的设计哦，让2个可以同时到位哦。对，变成刚刚是其中一位已经是先到位在等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走得太长，这个画面就不和谐。好，这个自转一样有点少圈哦，至少也希望可以4圈以上哦。小直升机，他们2个这样坐直升机好可爱哦，面对前面这样笑眯眯的。哎呀，可惜好不容易都要救回来了。对，其实应该不要拿0了。好。OK， 最后的 ending。好。他旁边是加油团呢。嗯，还有准备这个加油的看板。好可惜，我们没看到看板写什么。右轩看到右轩。好，接着是双人赛，女生高年级的最后一组。北门国小的王少军跟赖一琴。好，这个2、3他送的力道都有点太大哦。基本上我们希望左边的人只抛到右边人右手的棍头，但是他都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喽。哦，更正哦，是左边的人的右手棍头哦。所以这个左边的这个小女生她确实不太好接哦，因为这个力道送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2、3的失误，包含刚刚2、4的失误，都是因为同一个问题哦。
现在2位选手来到直立铃，感觉要跳，但是没跳。对，其实这个时候，在双人里面呢，还是要有一个人是主控者。所以他每次下令，那另外一个人就是 follow 这样子。你刚刚看到画面左边的选手，准备要跳，但是找不到机会可以跳进去。对，因为另外一个人没有进来。对，他们感觉有一点点的泄气哦，希望他们可以调整一下哦，因为还有后半段的整个动作。好，一个直横的互换，还是慢慢的把节奏拉回来。对。两个人的放棍都有一点惊险。对，因为他们两个其实身高差距有一点哦，所以在这个放棍的大小、长短的感觉会变得更明显哦。好，你看另外一条线就会变得非常小，所以这边他们要特别注意。对，一条很紧，一条很松哦。是。好，这个也是他还在加速的时候，左边女生就已经抛了哦。他没有帮他稳住下面那一颗铃哦。好，最后收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手忙脚乱的。好，所以双人赛的总共14组。全部出场完毕，在待会稍作休息之后，马上要看到就是高年级组的女生的个人赛，请稍作休息，待会回到比赛现场。
好，在刚刚女生高年级的双人赛事结束之后，好，现在要来准备登场是今天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组别，没错，女生高年级的个人赛。好，台南学甲国小的李宇娟是今天1号的选手。然后这个单头连，而且他的这个云手做的很完整哦。好，他现在的套路都是属于比较中速的一个套路哦，他本人也没有一个加速的一个动作，所以音乐在这边呢，其实下次可以帮助他选一个稍微轻飘、轻柔一点的，不然他的动作跟搭配这样的音乐，担心会看起来有一点沉重。是，音乐的节奏比较强，但是他的速度没有跟着音乐去提升。没错，等于说他现在等于是音乐强度太强了，已经盖过他了。好，他这个走位比较特别哦，他是从中间走到左边，再回来中间，他就是完全没有用到右半场哦。不晓得是这个特意的安排，还是这个走位的时候没有考量哦。好，他这个动作稳稳的哦，因为高抛的时候他有很大的冲力，他选择下来做一个小抛缓冲，再做另外一个送高，那连续3个哦，这边都是很完整的一个呈现。是。他到目前好像都还没有掉零哦。对。对，所以他就是走这个路线，他就是要稳。对，所以他在这边14分可以拿得很高哦，搞不好他照这样下去有机会拿到14分的一个满分哦。哇，可以看到在做这个高抛3，它下沉的这个手势很好哦，所以它的轨道是非常漂亮的哦，左上右下，然后一样送高时间差加一个背后带，哇，他这里做得很好哦，下降接到线3，我想他一定花很多时间在练这个30哦。好，不止一轮哦，所以是完全稳定的之后再上升的时候才做收0哦，连续滚抛。哇，他真的是稳扎稳打型，完全。最后的 ending 也很稳定。所以整场下来没有任何这种比较明显掉零的失误。对，没错，等于他有做的，他全部成功哦。第一位选手学甲国小的李宇娟，表现非常的稳定。对，看他想要挑战怎么样的一个个人哦。如果他想要拿技术分高，那就有可能在这个14分的时候会有掉零啊，或者是不稳定的情况哦。就是看他跟教练讨论之后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呈现。
啊，对于有些选手，他可能选择说，他先在比赛当中把他练习觉得发挥 OK 的都先给表现出来。对，那之后的比赛有机会的话，我再去往上挑战。对，而且其实很好玩哦。这种年纪越低的小朋友，他们越打保守型；那年纪越长的，他们不在意成绩，他们只在意红跟秀。对，所以他们就是他就是要把场子炒热。是的，是的。所以年纪越大，反而这个秀位越高。对对。小朋友都有点怕失误啊。是是是。好，这是2号选手士东国小的吕少宇。昨天我们看到男生的单头铃比较少一点，那今天前2位的女生选手都有用单头铃来开始。对对对，因为其实像这种单头铃的话，它是台北市的这种县市赛的指定项目。那有些选手他就会拿县市赛的套路直接来比国小杯，不用练2套这样子。这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刚好脚出来之后接一个单放棍哦。啊，有一点可惜哦，绕错边了哦。好，直接拿另外一组出来。好，有一点可惜哦，他抛的距离其实没有太差哦，他接的2只手太靠近了，稍微与肩同宽，他2个棍子应该都可以抓到哦。哇，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预备棍哦。你看他现在只要拆开了之后，他马上有一副棍子可以用哦。对，因为刚刚前一副他是有点打结了。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扯铃的棍子它就会有这种突发状况，突然的松脱。这个是无法预期的，所以预备棍、预备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放的那么多在上面哦。不怕1万，只怕万一。对。好，它是连续的单放棍哦，先左再右哦，那这边也是轻松的完成。哦，奶油手。今天几月几号？为什么一直都有奶油手？先把旁边的铃给踢开。对，它其实这样子会让这个环境的整洁度跟整个画面的干净度都提升。好，干干净净一样哦，右边90度。哇，这脚去勾到线了。对，这个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紧张哦。对，因为这个其实只是就像跳绳一样跨过去。如果可以来比到个人的小朋友，这个就我们希望他重新好不好呼吸一下，然后把后面的东西稳稳的呈现出来。对。啊哈，哇，现在感觉他旁边的教练为什么抱头抱成这样子，比选手还紧张。好，小直升机也是成功的。其实少宇的体态很好。好，最后再2个抱头的教练，现在头都歪到最下面去了。好，希望他等一下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哦，还有旁边的队友给队友加油一下，等一下就换队友上场了。有时候真的失误就会传染了，没错。出现一个状况之后，后面整个节奏好像就不太对了。尤其他是在失误了之后，那个整个身体的状态、那个心理感受不一样的时候，就造成连环失误哦。那通常赛后呢，虽然我们不说马后炮什么的，可是教练一定要立即的给学生回馈，这个回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印象深刻的哦。所以我们看到他教练马上去给他回馈，然后之后他再放松都没有关系。
对选手来说，他比赛完之后啊，马上教练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对他来说，他印象会更深刻。是。而且他的优点是在这个线松脱或者是其他大失误下、他还是从容不迫哦。好，下一位选手建安国小的邱艺兴。好，这个长度，而且它长度拿捏的很好，不会过长哦，干净利落的成功哦。好，他第二段的大套一样是选择这种放棍型动作，但是还好是加入身体哦，所以稍微有一些不同哦。对。单单双哦，他刚刚是连续2个棍子都离手哦。他没在开玩笑的哦。真的，目前这种连续的放棍，他是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对，他抓的位置也非常精准，甚至还有一点空余了，可以去跟音乐踩个点啊。对。算是给他捞到的哦，他这个位置跟时间其实没有做对哦。感觉他有一套放棍的粉丝在旁边看他。他目前选的这个3个主要的动作都是难度很高的，都有到 A 级的一个难度哦。好，接下来看他的直立领的状况。哎呀，可惜，真的是可惜。哇，希望他可以再做一次哦。不晓得时间够不够让他再重新做一次哦。连续哦。哇，真的是很擅长放棍啊。对，没错，因为他这个放棍，他的棍子的这个回旋哦，你要抓对时间，而且他力道要对，刚好回来就被你接住。好，左放右放哦，再来上面一个缠绕，让它可以定点的卡住哦。自然的开完的时候是做一个 helicopter 哦。好，现在准备进30。30来做收尾，而且它前面的难度很高之外，好像都没有失败，只有一个套路有失败。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是蛮有机会拿到好名次的哦。你看旁边的高手都为他，根本想跟他 high five 了。那中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戴帽子，这个是赵玉松哦。赵玉松他也是在这个放棍的里面的一个，应该算一个领头羊哦。很多棍子的创新啊，还有每一次我们说亚洲杯都是赵玉松的新品发表会，是因为他会独创新招，然后再给我们这边我们后面的这些选手来学习哦。也等于每一次都有一些新的招数会出现。是。
好，接着是五福国小的林宣如。五福国小今天的造型真的都做得很不错。其实我这样讲不晓得好不好，就是我们每一次在看女子组的比赛的时候，你大概都看得出来他们教练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个是在裁判界大家就知道说啊，有动头发稍微叫一下就知道说啊。应该是女生教练，女教练对。那有的男教练就很多，比较多都是大家穿队服，对我们就上去了。对。但是后来这样子的竞争开始，师母就加入了，对，来帮助这样子。人家女生漂漂亮亮的来，我们也要了。对的。五福国小的林宣如。位置没有抓好。对，通常在做侧手翻之前，我们希望他可以下沉完的时候，眼睛先瞄扯铃到哪里的时候，才落他的侧手翻。对。好，这也可惜哦，他本来想要做一个旋转的快速，直接空中抛铃起铃哦，但是没抓好，就容易造成这样连环的失误。好，他这样就很好哦。到了左边做滚抛完的时候，逆向左右的场地都走到了哦。好，刚好如果可以回来正中央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走位安排哦。高低，OK， 单手的侧手翻，看起来这个侧手翻对他来说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哦，这个也是好久没看到大家有做的哦，因为他要一边运铃，然后能够灵活的运用自己身体的小朋友哦，才有办法做这样子地板的一个错位。是。好，他做了一个这样子中速度的，而且是一个稳稳的一个连续放棍的动作，其实也是适合他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他这个人的风格的哦。看一下他的30。对，他是一个身体运用很好的一个小朋友，用劈腿来展现他30的稳定性哦。其实他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沉下去哦，因为他要直接接一个滚抛。收收还是会上手呢，是做收收。后面有渐入佳境哦，稳稳的哦。时间标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小朋友他上台他风格都不一样，对，有的没有走整个编排，他就是主打放大招；有的是整个气氛给他弄好弄满。那接下来就是裁判头痛的时间了。好，接着下一位选手5号
是宜兰罗东成功国小的潘佑成。成功国小的潘佑成。哦，我喜欢他这个放棍哦，张力很好哦。哇，有一点可惜哦，否则我觉得它搭配音乐这个摆荡的这个酝酿其实不错哦。因为前面是比较慢抒情的位置，刚好这个摆荡接完之后就可以进高潮了。对，好，你看到他在左边的90度，他这样就很轻松的可以接到了。它长短分的很明显哦，所以大棍走一圈，那小棍可以快速走2圈哦。他应该是选择不穿鞋，对不对？让他这样子可以站得更稳哦。对，所以他直接穿袜子上来。他的裤子跟袜子的长度就搭配的还蛮 OK。对，他这样就会感觉延伸性会感觉比较一致。好，所以你看到他手部的滚抛搭配脚的动作，这样就会感觉他整个画面弄得很满哦。哎。哇，老师有特别专心帮他编哦，对，也是很适合他的这些动作哈，不会让他太忙碌。一样绕完了一个自然放。他放棍是属于有一点斜的，但是他可以立刻拉高，所以后面不会影响他。对。要上30。哇，他30做的很大哦，直接接一次的滚抛收收。时间上也没问题。我觉得今天的裁判应该会头很痛哦。因为目前看下来水准都各有特色，对不对？水准都不错，而且他们都蛮有特色的。对，就是有的时候他扯铃现在已经是，他不是扯技术嘛，当然技术很重要，但是它是一个表演运动，对，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表演性。那这就是在评分里面
可能青菜萝卜也各有所好啦，所以如果大家技术水平都差不多的话，就看舞台魅力了。对，那舞台魅力当然对于裁判来说，他们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是。那我觉得刚刚那个小朋友的呈现，他的技术不是最高的，但是他也有 B 加的那种难度哦。是。那他的酝酿，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他的。不过当然，现在以这个评分状况来说，都是采这种席次法来决定，所以对选手来说也会比较公平一些啊。是。好，又是五福国小的选手侯玉如。有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他随时都绑着他比赛要做的那个发型，因为有时候比赛会特别 settle， 但是他们平常都绑一个阿嬷头，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不会勾到，但是比赛就会勾到。对，女生比较会有这种状况，因为会有长头发。对。男生就是发蜡棒弄上去就好了。好，零速的控制也很好哦。有的时候如果他加的太多速，定轴会变得有点滑，所以速度控制的刚刚好。他刚刚呈现很熟悉的一个呈现哦。双领收尾之后，来到直立铃。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搭配是很适合他的，加上一个高马尾，加一些彩带，但是他的脚步多加一点脚步，他的整体的个人会更加分哦。2圈哦。好，有点斜，但是角度没问题哦。啊！哦，他的滚抛有一点还在练习当中哦，所以前面2次的节奏不是最好的，但是也都给他成功了。对，好，有点啊，哎呀，他的铃都送的不够右边哦，强度不够哦，所以他必须一直往左边的偏移做修正。他很适合这种运动风哦。好，这边是选择直接收尾了。接下来是大安国小的陈思竹。
大安国小的陈思竹。好，这个是交换脚，现在已经很少人做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如果协调性不够好，他是会勾到的。感觉他在这个腿部的变化，他是很有信心的。光是绕脚的交换，刚刚连续的抛灵跳绳3下到侧翻，他腿部是非常灵活的哦。是。在这种连续的变化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稳。那他刚刚可惜哦，后退的不够快哦。哇！所以他的腿不仅有力哦、轻盈哦，还柔软哦。他一个人全都通包了。是。哇，打到地上了。可惜哦，对对对，这个也是因为线比较长，他并没有换棍子哦。哎呀，可惜了。其实他的用线选择也算是长的哦，但是因为他的灵活跟他的手马上闪，让这个线绝对不会很长。但是每一次的漏接都是因为就是线太长了，稍微长了。对。这个可能是太抠稳了，就觉得习惯了一定会成功这样子。后面有一点小可惜哦，否则他刚前面做的很漂亮。后面有一些连续失误，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其实，在这种比赛场地其实是蛮过瘾的哦，因为你就在场中央，全部的人就是看你一个。对。你怎么样花钱也花不到这么多人看你4分钟，对不对？这是一个很过瘾的一个赛事。场上完全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大家都在看你。没错。而且大家都要听你选择的音乐。对。好，接着是永康国小的选手8号的黄子晴。
像今天的小朋友也大部分都是以这一件蓝色的队服。嗯，是。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失误哦，所以他就是你看得出来，他就是完全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他有些棍子其实力道有点太大，他也知道要去哪边捞，所以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这些动作是很熟悉的哦。好，很谨慎的做每一个动作。好，他刚刚连续内翻哦，做起来其实就像一个电风扇一样哦，再做一个正电风扇，再做一个360哦。好，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上法哦，先做点水稳定1颗了之后，才开始他的双龙出海。现在待会准备要接3颗。好，他是用3个培林哦，那直接就做高抛3哦，也是因为力道有点不足哦，所以必须往左边修正哦。那他下降也没有做到最低哦，不晓得是不是要直接接滚抛哦。有的时候线习惯用短的选手哦，没有办法完全下降到线3，因为线实在太短了，容不下3颗零哦。我记得他这样子完全不晓得有没有失误哎，好像没有哎。对，也选择是这种比较保守的做法。保守，但是而且难度也不低。对。这种有的人会在备赛的时候，他就只做自己要比的东西，然后练到烂。大家的口诀就是练到烂，练到东西烂掉的时候呢，你紧张也会成功。对。让它变成一种身体记忆。对，那刚刚看到他们的蔡慧君教练也在他的旁边哦。好，这是金华国小的林心瑜。哦，可能要有点小心哦。前面2次的失误都让他没有办法完成套路哦。对。接下来他应该要稍微再放慢一点点，否则他这样子呈现套路的完整度可能会有一点不足哦。哇！
感觉他自己也有点泄气哦。有的时候你连续掉，在练习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把音乐卡掉，然后重来一次哦。但是比赛就是没办法卡哦，希望他可以在这边再振作起来哦。好，他这个高低又做得很好，都是漏接哦。其实他高低的这个距离是做得很好的。对。今天真的漏接的情况好像比较多一点。对，而且他前面连续2个大失误之后玩的时候，他就有点乱了。好，一样往左修正哦。好。哇，可惜。对，对身体有一点近，一点点。哇，很佩服他哦！有的时候在这种连续失误下还做完哦。对，这些真的是选手才可以做得到的这种挫折容忍度哦。因为连续失误下，真的有时候心态会受到蛮多影响。而且你在台上你是不能放弃的，那你又想到大家又全部都看着你失误，那他还是牙一咬，还是很棒的把它做完了。好，下一位一样是金华国小的选手林一凡。接连2位都是金华国小的选手。是。选择了一个音乐节奏比较强的哦，不晓得这个小朋友后来的演出能不能够追得上这个音乐的一个强度哦。捞一下，很可惜哦。其实他稍微努力的救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因为位置差不多是 OK 了。对。
现在在双林这边都是选择比较安全的做法。是。目前看起来，这位选手他在每一个技术领域他都会，等于说他每一个都会，但是他没有选择一个是他要挖掘最深的。那他现在看起来，在每一个都熟练的情况下，他其实可以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哦，然后把那边变成一个他的大招区。其实他也可以走一个这样子的路线。就等于3个都是蛮稳定的，但是没有一个他真正的大招。对。或者是他可以利用脚步的速度搭配音乐的变化，让他的动作跟音乐整体看起来有一点起伏。不然他总个用一样的速度来执行的时候，那这样子整体4分钟看起来的画面会重复感比较大。是。好，这是金华国小的林一凡。接下来，下一位选手是11号，明道国小的沈武仪。好，把这个铃再摆得更开一点。其实这一定要提醒，而且小朋友他通常在学校练习，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场地，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场地的不适应，就会像以前一样放得小小的。到国小的沈武仪。差一点点没有到位啊。其实，在这种旋转里面，最常见的错误就是踮脚旋转。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些选手，只要踮脚旋转转回来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点重心不稳，造成失误。身子调整一下，再上双铃。在叠的时候，其实他放手的时候，他的左手不用往上拉，往上拉的时候会立刻缩小右手的这个线长哦。所以其实，在那边等一下，棍子就会自然回来了。
好，他的滚抛稍微比较黏一点哦，黏一点的滚抛通常是他的左手的力道还没有右手好。哦，没有抛好，而且现在林速也没有了。哇，他本来是要有个连续一个内勾，搞不好是要做左手内放哦，不晓得的。但是他刚刚的动作其实可以选择不要连续哦，因为长度其实已经足够了。是。好，这是明道国小的沈武仪。好，接着是12号。宜兰东乡清沟国小的周芷安，周芷安，今天的衣服也蛮特别的，旗袍的感觉是。哦，很好的一个连接哦。目前看起来都还是蛮游刃有余的，而且他现在，我觉得他可以善用他一个脚步的一个优势哦，他可能可以加一些抬腿，因为他的身体很端正哦，可以加一些抬腿，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更丰富哦。尤其他在整个走位啊，或者是整个队形的变换的时候，他的脚步都是很轻盈的，是，所以通常我们在这边就会有一点期待。哦，这个2个0的卡，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小朋友这样子做侧翻哦，很适合他哦，稳稳的。好，一样电风扇360，再来很轻松的回到中间哦。他大概看一下就知道他的0会往哪边歪哦，哇哦，然后再做一个直立的电风扇哦，哇，收得很漂亮哦，用一个很
轻松的姿势滚手的时候，直接接直立哦，等于说这些都是一个连贯的动作，都是安排的哦。有的时候会利用扯铃歪斜的一个特性，接到下一个动作。是。好，要不要错位一下？哇，非常流畅哦，芷安。好，直接挑高了，做一个滚翻，可惜哦，但是没关系哦，小小的哦，算是小失误哦。对，刚好掉了一颗啊。我觉得他现在有一点点，他的体态很好，技术也很好。他的如果 pose 加上这个脚步的走法，随着音乐有一种特殊的走法的话，那他应该会更强。是，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走法就是一般的扯铃的一个移位走法嘛，像圆场步这样子。可是如果他照着音乐跳哪一个动作，加一点点个性化的舞步。哇，那他的整个他已经可以准备去接 case 表演了。对对对，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看到。对，这一场表演就是证明他准备好了，他可以开始了。好，新人国小的卢姿璇，有高年级换歌了。对对对对对对。刚前面中年级都是同一首歌啊。是。中高年级都是选择这种比较轻快的女团的歌。有的时候在不确定要选择什么音乐的时候，确实都会走这个路线，就是起码听起来有一点愉悦的、嗨嗨的，让整个气氛是比较轻松的。直到这样子可以的时候，再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是。跳绳的3回旋。其实我们建议这些厉害的选手跳绳直接就可以跳到6下哦。其实快速一次跳6下就可以了。感觉线有一点长哦，因为他的双臂完全伸直，只碰到另外一只棍子的棍头而已哦，还抓不到棍子哦。最后是有点抓在这个铃上哦。是。去绕手。其实这种都有点像溜溜的套路哦，就是溜溜球它的像这种快速的弹回的这个套路，其实他刚在做这种溜溜套路，我觉得蛮好看的哦。其实他在做双铃会比较让人家担心的是，他左手都会有一个翻掌的一个现象哦。转过来了之后，他的力道其实是不好控制的，所以他应该要先增加一下自己的肌力哦，否则他应该快要被双铃盖过了。左手的力道没有出来，滚翻也没有办法流畅哦。
这个都是因为他左手有一个外翻的情况，才会造成这个内翻的失误。对，所以他在双铃会比较辛苦。左手外翻完的时候，他的肩膀也必须抬高带长，让他完成这个动作。好，卢姿璇前面没有太多的问题，前面很不错，对对对。双铃的地方就比较可惜了。好，接下来是4号是建安国小的徐晴晴。为什么那么可爱？穿黑衣黑裤，然后穿一双亮红的鞋子，好可爱哦！红鞋一下子就可能就是他的 trademark， 很显眼。是，他可以走这个路线哦。可惜差一点点，有机会可以补救到。可是她就是天生在场上舒服自然的这种小女生，你看她笑眯眯的，掉了她也是哎呀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她缓冲的这个甩棍很好哦。好，一样哦，做一个小抛缓冲完的时候，再送高做一个变化哦。这个也是比较保守，未来应该就可以尝试连续高抛了。是。哦，不做传统电风扇哦，卡一壳完的时候做一个 figure eight 的一个回旋之后再接回来打开哦，也是很适合他哦，一个可爱的套路。突然，对。好像比较保守的上法哦，先卡住了之后再直升机哦。他这个棍子没有甩起来哦，他用抽放的方式，建议右手再甩用力一点哦，就回来可以自然的衔接哦。左手再用力一点。哎呀，其实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线都是卡在背后的，它前面只有一小节一个零的一个直径的宽度而已哦。
所以一定要抛到尽量的靠近身体。是。他真的很可爱，我好想要贴2个粉红贴纸在他脸颊，好够自由。都笑笑的。对呀。好，接下来是15号的林奕宇，五福国小的选手。头上有一个小蝴蝶结，大蝴蝶结。真的算大。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有点距离，有的人看得非常清楚。五福国小今天几位选手都各有特色，是教练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哦。再抽一下哦，刚差点滑下去了哦。跟林节奏不错的一位选手，虽然有一点长哦，但是这个长对他这一次的套路反而是一个加分哦，我帮他放慢了速度。抛出来的位置稍微抛偏了，背后过来之后没有办法来得及到位。不过他今天的脚步移动都还蛮轻快的。对对对，他是不是一个自然移动的这种选手？啊，可惜哦。一样转身之后就找不到这一颗的位置了。没办法到位，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时间差做的不够。要勾的那个铃应该再放低一点点。就甩3圈了，力道很足。再来。哎呀，可惜。但是失误之后，后续他也可以马上再补。对对对。没有说失误之后就有点愣住哦。对。台风蛮好的。是。
时间标准。我很喜欢他这种自然走动的，因为这个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帮小朋友编排很像是在做一道菜，那个教练就是一个厨师，那这道菜一定有它美味的一个方式，是你要找到它最鲜美的那个点，然后帮他做一个呈现。你看到后面教练笑眯眯的看他，这是他们的那个体育组长林彦祥组长哦。其实学校老师有很大的一个行政负担，还要教课，然后再带队，所以其实这些老师的负担很重，还可以微笑的面对，真的是蛮辛苦的。哦，对对对。好，这是永康国小的梁富琴。双抛棍有顺利的接起来。应该可以再放高一点点哦，因为他刚刚绕手是属于一个小动作。那如果他放了之后变成一个大动作，这样子画面有一点张力的时候哦，感觉会比较平衡。是，哦，踢到线了。好，直接转电风扇。像他高低分明就做得很好哦，所以这是漏接。如果他就算接到了，他后面也就很充裕的等待另外一颗梨。看一下他的30。哇，赶快左边修正哦，差太远喽。哎呦，对，这种都是再一次哦，他一定要往右斜上冲，否则就只能一直往左边修正。修正到这个音乐区这边喽。对，修正就到旁边的这个看板的位置，直接买咖啡了。其实他做动作的时候，他的主动性比较小，他都是顺着铃走的，他并没有用力出力的，希望铃可以怎么样，稍微再强势一点点。这是永康国小的梁富琴。是。时间标准，17号黄一杰。好，下一位是金华国小的黄一杰。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害羞？
刚刚已经有在今天出赛过双人赛，是。金华今天走的一个路线，或者是可能他们最近一些教练的一个教的路线，他们就是走一个行云流水风，所以他们这种编排有可能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哦，是有可能会整个成功的话会让人刮目相看哦。那如果中间不小心的话，可能会连环失误哦。所以你看哦，绕的动作很多，是他们第一套都喜欢从这样子开始，然后动作接连的做下去。对，大家可能就是一些放棍的连续动作。哦，哎呀，可惜这个传不起来，是高度没到哦。看得出来，它是用水线哦。有些小朋友在扯定轴的时候，他会搭配水线哦，让这个摩擦力比较小。那有的时候潮湿的气候也不会造成这个扯铃的打结哦。他这个放得很扎实哦。你要在左边再修正哦，这个可能要重新抛哦，他前面第1、2下就已经有一点不稳了。哎呀，有一点可惜哦。其实，在做这个放棍之前呢，它的这个扯铃，它应该要有一些滑动的动能，动能有了之后再放棍，它会比较容易起得来哦。是。最后的这一段，看能不能顺利的收起来。其实我必须说，他的每一个动作是还蛮搭配这一首歌的、他应该要，他现在是数自己的拍子，然后音乐放自己音乐的。可是如果他是对着音乐的副歌，或者是这种比较张力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再开始出招做动作的话，我觉得他的个人会很加分哦，也适合他这种笑眯眯的、臭平的一个样貌、哦。对。好，18号新人国小的陈庭宇。好，单头领是只做一个。
稍微打到地上了，不过有顺利的补回来。好，他人旋转的速度很快哦，他带着这个棍子的尾速的力道也很好哦。那我这边希望他可以多加一点走位哦，把他的这个直立铃更丰富哦，因为他其实你看他手感也很好，只是脚有的时候就定在原地的话就有一点可惜。是。其实这种就是最那个的，有的时候呢，选手会发生这个状况，我们叫做脚背地板、脚粘在地板状况。对，他就是认为捞一下可以撩回来，但是其实他身体不稍微跟一下，他只会这个情况会恶化哦。所以没有出去，然后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对对，所以他刚刚那样子，其实他跨一步，他们这种选手级的很快就可以把它勾回来。对。而且。时间是最后不够哎。对，不晓得刚刚这个裁判他没有把时间念出来，可能差了多少时间。好，那接着下一位选手是立农国小的蔡云琪。立农，我们这里是在雨农，我想这距离一定是很近的，所以他在邻居家比赛。立农国小是在北投区啊，那雨农国小是在士林区，那也是近哈。对，比起高雄，比起高雄、台南的话，这真的就算隔壁，摔倒就到了。立农国小的蔡云琪，其实这个单头铃哦，它运到一半的时候，它速度会到中速，你的这个摩擦力必须超过这个单头铃的转速，它才会真正到达高速哦。它刚刚的力道其实是稍显不足的哦。
他在做动作的时候呢，其实希望他铃都可以送高一点哦，让他不会有点驼背的一个感觉哦。希望他的铃再运高一点点，帮助他的人可以暂停哦。哦，很不错。他这个是一般人都会用右手接哦，他很快速的用一个左手直接接左手转转。嗯。哦，这个动作确实是他看起来是比较不熟悉的一个领域哦。哦。啊，有点可惜哦。这个通常做一个这种魔术收铃，在背后出来是一个蛮经典，大家会常常开的方式哦。可是有时候不小心也会在背后打结。小心！刚刚是撞到脚的，否则他前面的那个很连贯的一个双铃到这边，我其实是蛮看好的哦。可惜的，刚刚被小腿不小心打到了。好，今天蛮多都是很到了最后结尾前呢，对，一点点的失误出现。前面可能有整场的状况都维持得很不错，不过最后就是要结尾的时候，对，手稍微歘了一下。像其实这些动作，他们也可以选择在身体的正面完全做完。那他其实一定是到了熟练度之上，他才会把身体加入这样子。是。好，建安国小的林梦锦。看起来也是一个脚速很快的哦。好，他选择再进一次哦，再来一次。他没打开哦，他从头到尾都是交叉着绕。对。他现在整个使用的场地都比较属于算是中后一点点，
他希望可以走到前面的场地也运用一下哦。哇！对，其实他这个动作已经不止一次了。就是他右手盖回来之后，他不走一个弧形，他走一个是直线横向的一个对冲哦。那他前面其实都有刚好弹到线里面哦。刚刚那一次就给他这一次就直接喷出去了。是的，是的。好，他高抛选择走一趟哦，这个就是希望裁判可以认同哦，做一个踩点拿分的一个动作哦。直立领，他回旋的力道非常足够哦，这位选手。你看他转头的那个力道，其实我很喜欢他在看自己直立领的这种专注的一个神情哦。哎呀，可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不过看起来他的直立领是对他来说比较有自信的一个对，其实他前面的速度也都不错，只是他直立领更加快了这个速度。好，那这是在女生高年级个人赛的第20位选手。那现在场地要先稍作整理啊，我们也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好，经过中间的场地整理休息过后，现在高年级组女生个人赛要准备继续来上场。刚刚前面是到20号，现在要从21号的曾志宁开始。台南永康国小的选手。永康国小的曾静宁。OK， 这边顺利的接下来。今天的选手在放棍的一些表现都做得还蛮不错的。对，而且他们他刚刚也做了一个直立的小小的一个 joggle 哦。其实，在这种放棍的时候，大家确实也会选这种白色的棍子，是让它看起来是跟线的延伸，那整个甩起来都是白色的，也比较亮眼，比较好看。OK。好，手感很好的一个选手哦，刚刚连续的滚抛到背后的变化，再来直接接这个电风扇，对他来说都是好轻松哦，直接就可以连续接着做的。对不对？他在放棍的这边确实好像蛮适合他的哦。是。放棍的节奏也很好。对。好，这是不小心要，会不会再做一次试试看呢？他滚跑有够顺的啦，还有是最后哦，他最后连续做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背后带的那个地方，让他歪掉的哦。后面这一个歪的就有点多了。我相信他的技术分还是有拿到，只是操作不完全，在14分这边会相对的有一点酌量扣分哦。好可惜哦，他本来其实他是可以连续收3颗的，因为时间差很好，但是他最后一颗他选择用套铃的哦。好，接着要准备上场的是22号大丰国小的林妍欣。
哦，这个铃摆的位置摆的还蛮发散的。它这好像是一个么字形，是不是？么字形，这样担心把它的左右有一点局限住了。那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很知道这就是要他侧边拿铃的距离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对，就看他能不能够自己去控制他场上的一个位置。他刚刚在数步数了，他就很像这个马术在跳障碍的时候，他算一个步数哦。好，大丰国小的林妍欣。有哦，这就是起码跟音乐有一点小巧思。其实它铃数还是非常足够的。它有的时候它后面它可能可以加一个放棍或者是干嘛的。既然它这边这么游刃有余，是对，建议它是可以加个东西哦。这个也是我们很久以前的手绕双铃、绕手、绕脚、绕手脚哦。现在很少小朋友做，因为他们的稳定度或者是他们不朝这个领域发展。有点可惜哦。哦，他直接到背后还是背后接哦，对对对，他是手交叉的这个接哦，这个确实有一点挑战他手臂的一个极限呢。好，上3颗。算是比较惊险的哦，因为他的3铃算做的比较扁一点哦，他左手没有分力把它挑出来哦。其实他从头到尾，他对他的音乐熟悉度应该是很高，99.99。对，他的幽默都是在小对点，还有他的技术难度都是小创意的技术难度，身体极限的挑战，或者是多绕一圈，或者是哪里做一个不同的卡绳结哦。他的表现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出来的哦，大概要有一点熟悉的这个裁判老师才可以看出来他在哪边发挥创意哦。
很可爱的小女生啊，李妍欣。接下来轮到是23号，23号来自吴兴国小的王新乐。他的领就摆得很整齐，非常。单头领结束之后来单领。仪态蛮好的，这个就是他们无心的一个风格哦，就是快速的一个转动，然后可能送高2格，再快速运几个、可能要小心一点哦。对他这个放的时候，他关于在这种背后身体相关的一个放棍呢，我觉得他力道拿捏可能要稍微再注意一点点哦。看起来好像整个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的感觉。对对对，非常流畅。唯独他在做2次的抛灵跳绳的时候，是我比较为他紧张的时候，是因为他比较内八，所以他内八的时候，他跨进来的时候，他的脚的角度会容易卡到那个线。这边一样是自己漏接啊。不过蛮果断的哦，那个抛歪了就不管他了，就接前面他可以应付的这一颗。对。其实太低了哦，还是被他捞回来哦。好，这个直升机这样子加一个走位，而且它是逆转身的走位哦，这样看起来画面很冲突的美哦。吴兴国小的王新乐，非常非常流畅哦，只有在一点点哦小小的失误哦，就是在30的地方放弃了一颗哦，其他的失误也都算是小失误哦。我觉得他这一场表演得很成功。看起来我们的国小女个也蛮不好打的嘛。对。虽然感觉精彩的要命，其实他们也才11、12岁。是。对对对。差一点都忘了是国小组的了。跟昨天的男生也很像。确实，像这种
个人赛哦，人家都说个人赛最难打，因为都会有那种怪物级的，跟就是老天爷捧饭吃的这种选手在里面，他天生的灵感就是非常好哦。好，这是立湖国小的温成玉。他旋风接过来接这种绕线，直接接到放棍也蛮不错的哦。两个都不是最长的，但是把两个一半的套路合在一起哦。不错哦。双零的操控很好，他到现在双零的第3个套路都实施的非常成功哦。好，连刚刚快的放棍，包含现在慢速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放棍哦，那也是可以完美的止损哦。刚刚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哦。是。进30。哦，看起来是滚对内翻的时候就卡住了，不晓得他是不是要上手没成功，我刚刚是距离没有看清楚。对他甩棍放棍的位置都抓的还蛮好的。其实他现在每一个这种技术难度的一个层次，他都算蛮平均的。哎，身体转太快了，对，他身体超越0了，就可能会这样子。好，立湖国小的温成玉，他现在也是用一样的速度做完整套哦，所以他建议他可以选一套他最喜欢的，然后把速度加快。这边上来零也特多，这个不晓男子国小得看起来很像2串香蕉哎，而且全部都是同一款黄色的。对啊，就是香蕉零哦。
这不是，这个真的太长一条了。这个是男子国小，我们赖世哲老师，请帮我们注意一下。男子国小的李怡珍。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选手他的可以不要有任何的刘海，或者是甚至是这种长刘海哦，绝对要整理梳到头上哦，才不会这样子看起来。不管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今天上台就是对裁判的一个尊重。是，而且有可能会遮到自己的视线。没错。救得很好哦。刚刚抬起来的时候腿不够高哦，腿不够高就容易往前冲哦。也没有补救回来。这个电风扇的转身看起来也做得还蛮轻松的。对，他其实动作对他来说都是轻松的，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因为要甩头发或者是怎么样，会感觉有一些东西有一点碎的动作蛮多的。好，他这个高度也是送到一个100%的高度哦，一定有绝对足够的这个时间让他做任何的变化。好，你看他像用冲的这个轨道就很好，所以他完全不需要向左修正哦。是。好可惜哦，勾到脚哦，他本来要补救哦，全部3个快速用手收，但是可能冲击力道有点大啊。好，再试一次哦。所以你看他抛3起来是稳定度很高的哦。你看又一次哦，他刚刚其实背后带来已经勾到他头发1次了，这次又勾到他的头发第2次哦。所以其实长发及腰的选手，基本上我们就建议他绑包包头哦。包包头就比较不会有影响。没错没错。那马尾有时候还是会去撞到。是。好，谢谢他做第3次的尝试。好，降成线3。所以它3/0其实很稳的。对。它可以高抛，而且轨道明确了之后，高抛3的变化下降变成线3哦，所以是3/0手这个手的那个能力很高的一个选手。所以就尝试了3次了。是，我觉得他3/0应该有蛮多的这个变化是我没看到的。他试了3次，最后下降出来都还有一点时间。对，所以很可惜，我没办法观赏到哦。好，接着是26号新人国小的蔡之涵。
柔软度不错，他手部柔软度不错，因为他刚刚其实那个绕脚，他的线那么短，其实是不太好操控的。但是他也掌握的不错哦。好，有一点可惜哦，很流畅的完成，但是场地的运用稍显不足哦。对。应该可以上2颗，哦，还不错。哎呀，歪掉了。对，一样哦，在定轴没有零速之前哦，可能要确认一下它速度是不是足够，或者是缩短这个套路的长度哦。好，没有选择继续高抛出海哦，而是做了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双零哦。时间标准。好，这是新任国小的蔡之涵。好，那接着上场的是27号建安国小的吴林慧。吴林慧是今天女生里面比较少见了，就这种风格更强烈的一首歌。节奏感很强的孙悟空。而且他现在前面的动作，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它2个连在一起。所以看到他绕脚做的那么歪，其实他从很前面就连过来了。是，他实在没有办法把它控回去。好，现在才有第1次的时间做整理哦，所以蛮长的一个套路。
她的脚很漂亮哦。大部分希望我们这个双零绕脚确实是要膝盖伸直的哦。是，她是目前到今天我看到第一个膝盖有这样子完全打直的一个小选手。对，不过在要收脚的时候出现状况。对，她的手降得不够低，所以就刚好把线夹住了。其实，当选手如果做了不小心往左边歪斜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往后场移一点。那这样子，裁判就算斜的，裁判也可以看清楚。哦，他都是多缓冲一圈的这种接法哦，多绕了一圈哦。通常我们习惯一圈就直接抓住棍尾哦，但以他的这个熟练度，他2圈看起来也非常自然哦。哦，不错哦，这是有经验的选手才知道要这样交叉调哦。其实他的整个套路跟音乐的风格是非常契合的，对。但是他回去自己看完影片的时候，他把他的套路顺序要调整。同样的音乐，那感觉一定会很不一样。希望我下次可以看到他再一次战胜这一首歌哦。好，接着女子高年级的赛事要继续的进行。28号的施鹏玉是华江国小的选手。刚好打单头的时候，刚好完全背对我们呢，我不晓得有没有打下去。手有点打结，赶快处理。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哦，他刚刚其实有一点又不小心打到，他的这个失误都是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哦。或许把线缩短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意想不到的失误哦。是，像在放棍的时候呢，这种左右歪斜也是因为绳子的长度比较长，难控制，有可能会发生的不预期的一个状况哦。
哦，救得很好哦，零速有一点不够，他选择在背后加速一下、来完成这个动作的后半段。好。其实距离抛的不错，也是一样哦。这种定轴只要在速度不够的时候，它会显得很轻飘。那在抓的时候就比较难感受到扯铃的存在。好，他这个冲高的这个力道非常好哦。对，所以他很有时间的，可以缓缓的做完这个动作。好，再做一个魔术的抛铃。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把他的刘海可能需要修整一下，或者是干净的夹在两侧哦。是。还是要准备一个这种小发夹。是。好，他音乐结束了，但是他还是想要再做一个 second try，把它给做完。好，有，真是的。时间标准。好，还是有队友一起来帮他拿，他们最终。好，那接着是30号。哇，旁边的老师都在帮他掌声鼓励，还看到我们最美的，昨天没有出席的，号称北市最美的体育组长，也是他们的校队老师、教练兼管家哦，在这边。哎呀，可惜他没有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那在忙着跟学生检讨哦。那旁边应该是家长哦。每次这种赛事呢，周末老师都要出来，那家长也陪伴哦，作为学生最强而有力的一个后盾。对，对小朋友来说，家长有没有来，对他们比赛的意义会差很多。对，而且他头抬起来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这感觉完全不同哦。好，30号是明道国小的王永莹。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哦，因为在单头铃它两边不平衡的情况下，他做了一个顺风哦，我在这边是很敬佩他的哦，可惜没有收到最好，但是也没有造成失误哦。节奏还不错。哇，他刚刚的旋风接起来一个凤凰展，是他挑得非常漂亮哦。应该挑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往侧边的45度角，他的手腕非常非常的柔软。好，选择很早的时候就把抛3先拿出来，先 KO 完再说哈，先做完。
好，有一点轨道偏离哦。好，回来直接接滚抛，这个滚抛的高度有一点低，导致它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急躁哦。哇，可惜它下面不知道本来要做一个什么变化，还好哦，止损哦，算是做的歪歪的哦，但是没有失误哦。连续2次在同一个地方哦，基本上它都是在太棍头的地方哦。其实它可以稍微离棍头10公分的地方再去接哦，绳子的摩擦会比较足够哦。好，它这个转的这个量就很足了。可惜哦，只有在直立铃的地方有一些连续失误哦，其他的地方都是算是很顺利的完美演出哦。对。时间标准。刚好是连续2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地方啊。对，而且同一个动作。对。好，接着31号是士东国小的林宣成。好，高年级组的女生个人赛也即将准备要进入尾声。那再待会儿还有低中年级的男生团体赛以及高年级男女的团体赛事。士东国小李宣成。其实这些上手的这个都算是力道有一点不足哦，加速的不够彻底哦。这就是刚刚好了，位置就刚刚好。是。可惜哦，他刚刚捏完的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去抓铃哦，他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好，可以救一下哦。好，哎呀，也是零速的问题哦。目前看起来他的动作都是加速加的不够彻底，他大概都只有加到70%而已。
他可能自己也不是哇零咩这种感觉，好像什么都到位了，奇怪结果怎么没有没接到？进来？对呀、好，刚刚那个动作很漂亮，我们的目标就是让2个零可以左右分离到极致哦。他刚刚确实做得很好哦。时间也捏得刚刚好哦。时间标准。这是士东国小的林宣成。搭配报告，请甲类男生中低年级团比赛2号北门国小的选手请至检录处检录。再广播一次，请甲类男生中低年级团比赛2号北门国小的选手请至检录处检录。好，接下来32号是新北树林玉林国小的赖慧云。还在等这个音乐的点。是。哦，他就是一次跳了4个哦。其实他再跳低一点，他应该可以跳到6下没有问题哦。好，这个是以前蛮经典的一个做法，控到侧边的时候做一个侧手翻哦。以前为了更好的展现一个身体的翻的一个整个画面哦，都会控到侧边来执行这个动作。是。哦，这个是现在比较少在个人会看到的选择，叫做大鹏展翅，接到现在的一个2线传导的一个变化。以前前面基本上在个人赛当中是都没有看到这些动作。对，只有看到一个类大鹏展翅，它是完全做了一个经典版。双零。
稍微有一点点不稳，若有稳住。其实目前看起来，慧云她的每一个动作之前呢，她有一个长时间的运铃以及酝酿。那这个运铃跟酝酿，如果她都只是站在原位的话，就会感觉动作重复性比较呆板。所以建议她可以一样酝酿，但是加上一些脚步的变化哦，让整个编排看起来更有趣哦。对，因为她就是运铃的话，比较多都是站在原地。是。好，中规中矩的，稳稳的把他的套路走完。对，时间标准。好，这个是玉林国小的赖慧云，今天绑了好几根发辫，他的刚刚的一颗铃滚得比较远。滚到这边来了，滚到我们前面这边来。刚刚他没发现，还可以把他带回家的。好，接着上场是33号的徐艺飞，立农国小的选手。是比较稳了，先把它比较有把握的、稳稳的做好。对，一步一步的先把它做完。那在这边也是哦，看到他很明显，他右边的刘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他会比较安心哦。但是还是建议我们黎教练可以建议小朋友把头发就是干净的梳起来哦，增加整个台上的一个自信心，还有一个这种可爱的这种程度，其实也是需要被注意的哦。不止扯铃的技巧哦，整个台上的整体表现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一搓真的有点大搓，对，太明显了。哦，这个位置看，哇，一直弄不开啊。对。这种都要很注意哦，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离身体很近的，所以你可能有时候要拯救的时候，它可能就摩擦到你的衣服啊，或是你的肚子。好，接下来之后，接着来做直立铃。这个也是哦，他直接就想放棍哦，他没有先滑动这个扯铃，让这个扯铃的动力起来哦。你扯铃的位置其实是跑到比较低了。应该用力的滑起来再做这个动作。
好，刚刚直立铃在那个放棍的地方比较可惜哦，其他的地方都是稳稳的成功哦。好，接下来是来自彰化的选手，宝山国小34号的黄心凌。我差点以为跟王心凌撞名了，是黄。对，也不同的心，不同的凌。刚刚让我瞬间的转头过来，突然听到王心凌。是，如果他在放爱你的话，还好不是。不是。今天妆容上面也有特别设计，是，应该是穿这个舞蹈鞋吧？这看起来应该是这种芭蕾的舞蹈鞋。对，其实这种都是看它平底鞋，有的人就是选择这种更小的交叉面的，或者是像皮做的这样子，都是在扯铃的比赛里面蛮多人的选择。是。哎呀，可惜，可惜哦，卡到了。他绕完的时候沉了，应该再稍微沉一下下再推动了。好，他的这个脚的搭配都蛮成功的从一开始的侧踢腿到刚刚左脚的一个向内勾脚，都蛮适合他的身体的搭配还有 pose 起来更活泼哦。高低有一点近哦。好，30进来。哦，再劈一个。再劈一次，刚刚左劈一次，现在右劈一次。好，左边挑起来手感很好的小朋友，有一颗歪喽，赶快收，嘿嘿。哎呀，没夹住。不过他及时的不错，刚刚一歪的时候马上就收起来了。全身运用感很好的这个同学哦。其实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担心他的服装跟这个音乐还有他本人不太搭，但是因为他的身体的体态还有整个协调太好了，我认为衣服穿在他身上都会很合理。对。哦，哎呀，可惜有小小的。好，最后有一点点小失误。对，直升機没飞起来哦。美中不足，不过整体的表现还蛮吸眼球的。是。他这身是什么装？棒球装，对不对？对。他把棒球装搭配舞蹈鞋，在扯铃比赛里面
可以做到这么和谐的，就是他了。男生团体赛的选手，请自检入处检入。衣服、裤子跟鞋子，他裤子跟上衣是有搭的嘛，对不对？就是想走一个运动风的感觉，对。鞋子是这种芭蕾的舞蹈鞋。是。好，这是女生高年级个人赛的最后一位选手，新人国小的卢佩璇。好，都算是一个比较定点的一些连续动作。对，希望他可以加一点点脚的步伐哦。对，到目前为止几乎都是在这个中心点的旁边呢。下一次他再来比赛的时候，他应该就可以很舒服的在场地间移动了。好，这是他的有直立领的时候就走得很舒服哦，很轻松的、很自在的一个走位哦。对。甩棍力道很好的一位选手。是这个绕脚平衡，是抛的位置还蛮准。对，其实他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接高抛出海，不晓得哦，可能他后面不是这样的安排哦。平衡一下，哦，可惜哦，内翻的时候不小心滑掉了。其实可以重新调整一下哦，他前面绕脚出来的那个高抛，接到这个高抛其实是很顺畅的哦，也不会加长这个套路太多哦。然后后面再专心做他的连续滚翻跟这个平衡哦。是。好，新人国小的卢佩璇是高年级女生个人赛的最后一位出场选手。那在这边也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待会回来是低中年级的男生团体赛。请用比高年级组甲类男生团体赛的选手请自检。
现在开始进行男生低中年级团体赛。1号金华国小。好，刚刚看完了高年级的女生个人赛之后，现在是低中年级的男生团体赛，总共有3组参加。首先是金华国小4位的选手黄佑凯、钟成佑、钟成修以及洪玉杰。好，队伍就是刚好4位的选手而已了。我们早上有先看到这个低中年级女生的团体赛，对，低中年级的他就是4个人，4个人玩的时候5个规定动作。哇，他这个绕脚的换龄就有一点高了哦。还好左右的抛都稍微有点过头，不过都有救回来。他这是第2个队形哦，从刚刚四方形、对菱形，再到一个斜线。斜线。同样的，只要是2人以上的双人团体，我们都是希望它可以有独立但是同步的一个动作。是。那不同的动作没有关系哦，就像这边最远的2个是腰子翻身，再来2个跪地的电风扇，只要时间有对好哦，这样画面也是很漂亮。我现在就没有听到像早上啊，这个男子国小那个喊拍子的感觉，拍子喊得很大声啊。喊的好像比较含蓄一点，对，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年级也比较高。我刚刚早上是女生，现在是男生的。早上是男子国小的女子组。好，这里要小心哦，他们这边并没有遵守左高右低哦，不管是1个人、2个人，还是4到8人，都应该保持着左高右低的一个规则哦。有点卡在一起。对，他抱的时候2个手应该往左外、右外各45度哦。好，来一个超长的。这个长绳应该也是指定动作。稍微有一点偏台哦。撞到地上，不过还是没有影响，没有掉领就 OK 了。那他这里目前还没有一个4人的一个变化，都是选择2组2两，对对对。好，前面现在有一个小的直升机。就是第1组上场的金华国小的4位选手，好可爱啊！他们下场居然用冲的哎，冲成这样子，很有效率。对，完全的马上冲走。其实刚刚那4个人看不出来谁是队长，有的时候在这种团体的编排里面哦，可以很清楚看到谁是队长。你毕竟还是要有一个领头羊啊。对，在任何的情况，他要立即的决定这个动作再执行一次，或者是放弃，那重新的稳住阵脚，再出发哦。
好，下一组是桃园北门国小的选手，其他队员也都倾巢而出哦，一起来帮忙摆场上的铃。其实我非常喜欢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可爱哦。北门国小这边是5位的选手，只要4人以上都是可以的，4到6人呢，在低中年级。好，他起铃的时候就做一个渐层的一个团体的展现哦，这些东西都是个人比赛、双人比赛比较难呈现的。好，从大 V 变成直线的时候，再立刻转成一个倒 V 哦，算是成功的队形变化哦，只是有一点左右不对称哦。是。国小这边是还有加上王少军，所以是4个男生1个女生。好，给的这个时间点给的不错，他们刚刚其实是连续给哦，没有中间的慢拍哦，算是在中年级里面的游龙戏凤，他用的是蛮高端的一个执行手段哦。是。好，面对前面的一个圆形移位哦，中间再做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哦。好，可以哦，这个是蛮典型的一个奇数人的一个执行做法哦，中间的人做自己的，那左右各2的人互抛哦。所以刚刚比较伤脑筋的是，在中间自己小抛的这个小男生反而失误了，对，没接到。哎呀，这边也掉了。对。哇，他刚刚处理得很好哦，从一个圆形，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往左边退1格哦，去拿到别人的铃那个预备位置。这个画面从小放到大哦，这老师编排得很成功哦。哇，可惜哦，这是棍尾哦，应该没有导致他没办法完全送出去哦。好，在中年级里面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直立，包含有一个人在中间的这个变化，算是程度很不错的中年级团体哦。是。好，5人的直立铃。好，这个就算是一个团体的互动哦，就算一个人没做，但是因为基数的关系哦，所以刚刚也是能被理解的。因为就是用2-2去做分配啊。是。好，刚最后的小朋友没有去减铃也是应该的哦，因为已经要 ending 了，不用特别跑这一趟哦。很多的画面还有这个队形的缩放，老师编得很成功。但是这5个小朋友的相对位置可能还要再练习一下哦，因为他们可能左边很挤，右边很开，都还没有在场上的一个这个相对位置的感觉哦。是，有时候他们站这个 V 字形都稍微有一点点长短脚，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个场地发生了什么事？是整个内湖区的居民都来为立湖国小加油吗？待会轮到是立湖国小要上场。我们这边是士林，哇，内湖过来过个自强隧道还是近啦。
这也是张俊煌哦，也是我们先前非常有名的一个选手。这个时候就很可爱哦，选手在台上是很酷的哦，可是碰到自己的小学生哦，都甘愿为他们放铃跟减铃哦。好，今天在看台上一样，相当多的家长，3代同堂，大家都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哥哥姐姐，通通都来了。哦，我发现了，你看他们的丽湖 team， 蓝色的就是他们的家长的队服。是。好，丽湖国小这边，他们登录8位选手，上场6位。其实6位是最好编的哦，也是一个偶数啊。对，好，这里处理得很好，虽然第一颗零漏接，但是没有造成连续失误哦。好，这里是比较保守的游龙细缝哦。这个就是相对位置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会撞到队友身上哦。这个就是在练习之后可以帮助他们的哦。好，这里处理得很好哦。除了爆开完的时候接回来，再做一个电风扇的走位哦。队形没有站好，所以看不出教练的巧思哦。就会变得有点乱了。对，但是其实他那边编排的手法是很不错的哦。好，这里难度不错，他们是3-3哦，所以是2组3人的一个互动。是。好，先把场上的铃给踢开。好，那这个彩虹的力道也拿得很足哦。有中间位置的这个直立铃的。好，这边小心，它的尾线稍微有一点长哦。给他救一下。哎呀，可惜他力道不够，因为他要过中间的人，再回到源头的时候，力道应该是更大。毕竟给2个中年级的小朋友那么长的线哦，确实一个很大的考验。对，那刚敲到地上之后，这个速度就没了。是，其实只要知道哦，回旋完自己的身体，只要往后退一步哦，基本上这个弦就不会过长了。好，不错哦，这个是左右交换哦，是长绳手的一个变化。OK。观众席上一阵欢呼哦，是，加油团真的非常庞大。好，你看到相对位置左舞台的就是非常拥挤哦，因为有一个人他站住了中间的一个位置哦，导致左边的人没有办法散过来哦。是，也变成右边很宽了，左边很挤。是。这边2-2的配合。好，这里本来就是相对难度比较高哦，近的一个双铃的直立铃对射哦，相对难度比较高的一个动作。好，自己的几个小的，好，都是小直升机。这是丽湖国小的选手，郑慕成、张凯成、胡乃介、黄世阳、黄健、李亮宽、曾凯轩，还有施永祥。好，在低中年级男生团体赛的3组的选手都已经出场完毕。
现在进行的是男生高年级。好，现在上场的是男生的高年级团体赛。好，这边上场是7位的选手，这是桃园北门国小。现在好像稍微有些状况。好，北门国小的团体7位的选手。OK， 来看一下高年级的团体赛，跟前面低中年级的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在团体就比较有可能会发生这种连续失误哦，前面一撞到后面，因为动作都是编在一起的哦，可能旁边的人没有注意，1号没有注意到8号，可能就会连续造成失误哦。是。这一组也是奇数的人呢，是，所以不管做22还是33的配合，会有一个是必须得要自己做的。对，他刚刚是接44换0接到天罗地网哦，都是中间的这个人不做哦。好，这个也是薪火相传哦，应该会有正有反哦。好，在建成一样哦，这个一样就是只要建成一个人早拍了哦，到后面就可能很难完美的呈现这个建成抛领哦。对。不晓得为什么刚刚那个动作几乎哦，全队里面失败有80%以上哦，那就代表这个动作当初在编的时候，可能应该要重新再考虑过，因为成员的失败率太高了哦。好，这里进得很好哦，做3组的一个2-3加一个时间差的一个变化。好，接到1人抛3，马上起零，完的时候带回双零哦。其实成功的话，应该是张力蛮不错的一个表现哦。对。好，站位上面也在做一下调整。好，建成的耀子翻身出去哦，变成一个倒 V。好，倒 V 完的时候，一边走位之后变成一条斜线哦。可惜最后1号同学走的深度不够哦。而且后面还有一些空间可以走。是，所以旁边的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对于位形的展现是非常重要的。对，最边边的这一位。对。好，一样3组2次。好，3组2次，2下而已哦，然后就接到个人的出海哦。该不会要双零1位吧？哇，真的，虽然没做变化哦，一趟就够了哦。还好，对，一趟就够了。
好，长线现在出来。好，你看他的力道就比前面中年级组的好的很多哦，让这个一开始起灵的这个小朋友也是可以很轻松的收灵哦。掉了一下铃，赶快调整。好，可能是要做3人2两哦。对，一个三角形，一个双人互抛，而且这是全部成功哦。对，所以7个人呢是完全同时一起了。可惜最后收灵这个整齐度没有，否则应该很精彩哦。好，这是第一组，桃园的北门国小。好，接着下面的一组是新北市的思贤国小。思贤国小是上来6位的选手。好，这个就很考验他们教练的编排哦，因为第一个他们高矮有落差，再来还有一个这个左撇子的男生哦，身高差距稍微有一点点的大。绕脚高抛，现在应该是33要来做互抛哦。这个换铃的这个次数一定要考量到，一定要把左撇子的这个小朋友的铃回到左手去哦，否则右手在绕他的铃就是一直疯狂的减速哦。是。哎呦，前一颗有救到，我后面那一颗没办法救起来。刚刚抛铃的这些处理得很好哦。那这个左撇子的小朋友，还有另外一侧的相对位置的小朋友，他们2个的距离其实是走得最远的，但是他们的跑步速度让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理所当然哦。所以我觉得这边小朋友的移动性非常好哦。目前这组的相对位置也有一点可惜哦，感觉左右边有一点不平衡。
尤其在身高又有差距的情况下，对，看起来又更明显。对，我们有的时候会把高的放在两端，看起来比较平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考量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技术程度哦，所以教练一定会先以成功为优先哦。其实他刚刚那个动作，只要左右撇子的人交换2个小朋友，就都可以面对正前面了，就不需要2个都背对哦。好，长绳结束，现在场中还有2个是在角落的位置。当里面有比较高大的一个玩家的时候，就非常考验选手的稳定度哦，因为他只要一斜，他就会影响到他旁边的人，甚至占用到他的位置哦。对。好，他们选择比较保守的，留3个人在中间做一个大动作的甩棍哦。电风扇稍微卡结了。这个也可惜哦，小朋友站的位置没有把教练的巧思安排，没有展现出来哦。好，再来是2组抛3，3组抛3呢。好，这是第2组的思贤国小。ending 停的时间有一点太短了，否则他们刚刚其实停的蛮有气势的哦，但是太早收了。对。他们为什么下场都流行用飞奔的？而且看起来都蛮开心的。对啊，对啊，好像那种感觉是哦，好，终于结束了。对，然后就耶的这种感觉，终于比较放松一点。是。好，接着第3组，这是士东国小，士林地区的，算这一次也算半个地主。是。那他们是目前唯一一组8人的哦，在以前的扯铃的团体比赛规定确实是8人哦，但是因为少子化，还有现在学生的行程比较满哦，就慢慢的降为6人哦。对，有时候一间学校你要高年级能够凑到8个也不容易。是。有时候可能人数不够，就会让低年级的也一起。对，3代同堂。对，这5、6年级、3、4年级，甚至1、2年级都一起来。是的。
好，这边这个教练有安排过，高的站在中间哦，旁边渐层的升高下去，看起来画面就和谐很多哦。好，这个4次很成功哦。算速度大概这种是在时速40的一个做法哦，他们没有加快哦，他就是慢慢的、稳稳的做完。因为确实8个人他要应付的就是8个可能的突发状况。是。好，通常我们会希望圆形换零，去跟回都是呈现圆形，但是他们回来刚刚已经变成一个包子的扁形了。哦，2个力道都只有6人的力道哦。好，现在看前面的这个零，要不要赶快把它先给清掉？队形走起来都是简洁的，直线到 V， 再到圆，再到直，没有很华丽的走位，但是是很流畅的一个队形转换哦。是。好，这个很考验选手的默契哦，3个人必须同时出哦，再来是到4个人哦。目前是安全的，都传到右边了。OK， 这一次抛出去的位置都没问题。是。处理得很好哦，就莫名somehow最高的又站到后面2个去了哦。我相信他们在队形的这个方面的分数应该会不错，但是在活力方面呢，可能就有一点缺乏哦。毕竟教练并没有要求学生的这个步伐要变快啊什么的哦。然后接完忘记说那个时候有大家一个 pose 啊。一样又是做成了2-2组合，这个比较可惜哦。给完0的人，应该教练要给他一个 pose 哦。那怎么样看起来会比较端正哦，而不是直接手放松就站在那边，很像一个路人甲哦。直立零，他们的队形真的是都走得不错，只是他们的那个速度感太低。否则队形的转换，我觉得他都处理得很好。每个队员到下一个队形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哦。
好，现在都是做比较保守的，离身体比较近的动作，尽量可以不要妨碍到别人哦。对，也不多掉分了，我们稳稳的把东西给做完。对，你看他们连现在缩小变成立正哦，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转换队形哦。这是第3组的士东国小的选手。后接下来是男生团体的压轴队伍，立湖国小。立湖国小今天的加油团声势是非常的浩大。对。来到团体赛哦，场边的这个铃的数量就真的要很多哦。对，那他们其实要确保自己放的位置，他不会压缩到他的操作空间。那他到旁边去拿铃的时候，又不会跑得太远。那这个平常教练看怎么样督促他们，或是做一个选择，也是很重要的。那立湖国小这边也是跟刚刚士东国小一样，做一个经典的8人呈现呢。好，立湖国小的8人队伍，一开始就直接从这个薪火相传开始。好，移到彩虹接到后面的这个渐层抛铃哦，很适合哦，来回的2次哦。虽然两边不同步，可是看得出来他们是做一个外内弹跳的一个换铃哦。一样哦，这个是很看准选手对于双铃的熟悉度才能做的动作。好，保持着刚刚那个圆形哦，直接接到这个绕角了。那绕角一样，又再继续走了2格哦，继续使用这个圆形的队形哦。队伍维持的还不错。好，他这个错位就是把给铃的人，你看给那个小朋友也有事做，就不会站着这样子手空空的感觉哦。到直线的站位，像这里加速就有一点凌乱哦，教练应该可以用怎么样的一个拍子的方式哦，提醒队员。OK， 最旁边的2位也都顺利的接到，虽然稍短了一些，我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
抓的还蛮近的。OK， 最后也顺利送出去，力道掌握的都还蛮不错的。对，因为他给完零的时候，他只要有后退一步，他就不会有多余的绳结。好，这个是直立零的，有一点力道不足哦，但是还是给他弹过去哦。我们基本上期待的是一个来回刷2次哦，他大概刷了1.5次。好，他这边都是做一个大的直升机，中间2个做变化哦，所以4个稳定，更正哦，6个稳定，2个做一个比较中高阶的一个变化哦。是。音乐上有一些变化。好，刚刚的滚抛接到这个位置，绕的有一点多圈哦，导致后面的4个小朋友确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才到位置。对。哦呦，稍微有一点远了。对，它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换铃哦，但是只有掉，好像只有1个小朋友漏接。是。好，这个是4人的，虽然不是最标准的一个出海换铃，但是也是4人的双换铃的一个难度哦。哇，我刚刚讲没做，他们现在就给我做起来了，所以是8个双龙出海4次换铃哦，这个很考验选手的稳定度哦。好，一个人接到抛3，接下来希望可以稳稳的接到1-4。好，一个人4高抛，好，1轮回去哦，可以哦。这里也是考验这个教练的编排哦，怎么样在8个人3铃24颗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不会显得凌乱哦。OK， 全部都顺利的接到。24颗铃都稳稳的拿在手上。哇，我们也谢谢这里内湖区的居民哦，在这边给我们立湖国小最强壮的这个加油团哦。对哦，真的很强大这一群加油团。好，立湖国小是男生团体赛的最后一组，那在这边也要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待会是最后的女生高年级的团体赛事。认真，你认真哦。认真。
你再讲一次，你们要怎么喊？就这样，4个字而已哦。啊？不行啊，
现在开始进行高年级女生组团比赛。1号男子国小请准备。请开始。女生高年级的团体赛，第一组登场的是男子国小，他们是6位选手。哇，隔壁的帮他救回来。对，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人应该抛给外面的人的力道不足哦，所以就不小心跑到他线里面。这里队形的变换很漂亮，利用运铃的方式走到一个这样子菱形哦，他们这个6角形站得很漂亮。对，这一组高年级女生的相对位置好像看起来比前面的都还好。稍微比较可惜了，都是在高抛旋转的时候，大家在同一个地方使用。对，两组刚好都只剩每一组都剩下1个零而已哦。刚好3组都剩1个。其实这个同学刚刚就应该拿0哦，他现在就已经回来了。对。所以吊铃什么时候该去拿铃，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拿，其实也蛮考验队伍的默契。是。他做了一个变化哦，不像本来的一个经典款哦，都是1抛1接哦，他跳号哦，他是一次跳2个。是。这边也有顺利接到这一次的高抛，通常一道彩虹做完会做星火相传，因为都是一直线的动作，是就不用再一直变来变去。而且他们是要跑2轮啊，对，他们是有移位的哦。很准哦。可惜长绳是完全的偏台哦，整个偏到左舞台去了。对，已经快要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的挡网了，是旁边的这个广告看板的位置了。还是可以听得到他们有在喊拍子的声音，只是没有像早上的这个中低年级，他感觉起来是一个人主喊，那他们中低年级是全部一起喊。是。
好，前面的双零动作做了一个电波上换位，再酝酿了一下，再接到2次哦，步调感觉有一点点的慢哦，但是感觉这就是他们想要的这个节奏哦，确保稳的时候他们才出手哦。好，现在准备上30。30这边接的不是到很完美，对，看着起来他们几位选手对于30高抛的熟练度是不一的。最后的一点时间，一样用一些移位啊，还有回转来结束。其实他们这个时候的这个整理不够，没有到底哦。其实这边应该会说谁喊敬礼，然后谁喊走这样子，那队员才不会在台上看起来有一点手足无措。是。主要就像刚刚前面提到，你场上还是要有一个负责来担任这种队长的角色，有一个领头羊在。好，紧接着下一组是新庄的思贤国小。台上也很多的观众朋友在帮忙加油。刚刚男生比完了。男生比完了，现在就有心情帮女生加油。对，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对对对，那刚刚女生还在备赛，就有点紧张哦。新庄的思贤国小。他们这边天罗地网做了一个错位哦，这样子难度是比较低一点点的哦，但是也能够确保选手的零不会在空中相撞。对。好，比起同样一个人放零，其他人离开，刚刚做一个一边换零的整个动作来搭配长绳的传铃哦，这样目前看起来的画面是非常丰富的哦，并且它有2条长绳轮流执行哦。
好，有的时候长绳完都会有一些这个过场动作，因为旁边的人可能要整理长绳啊，或者是怎么样才接续的出场。对，因为长绳还要先拿回去放，然后还要再拿自己的绳子，没错，再起离。他们的圆圈对于6个人来说站的有一点点大，对，变成他是一步有点没有办法到位。对。哦，这个很和谐哦，2左1右哦，距离也拿捏得很好哦。好，做一个挂手的鹞子翻身哦，这个动作确实比较不容易失误，粘在线上比较好，做一个队形的变化，是一个蛮保守的一个选择。好，2个人做360哦，其他的人比较像是后面一个衬托的一个角色哦。掉下来。对，其实他们这样看起来只有一个小朋友他真正的漏接，但是因为出手的时间不一样哦，导致画面会有一点点的混乱。确实，在处理这种团体双零，甚至有换零的情况，确实是蛮难处理的。对，好，2下的抛3哦，不晓得裁判有没有也觉得算是抛3哦。好，这是新北市新庄思贤国小的女子团体，比赛时间标准，顺利的收获一大波的掌声。好，接下来3号丽湖国小。队服穿起来看起来就很整齐了。位置再雕一下。地湖国小团体应该也是8位的选手上阵。对，没错，8位。开始。立湖男子也是8人的组合，是整体的状况还蛮不错的。来看女生组这边表现如何？好，从2个4-4换到这边，他们是3-3-2的这个队形，我觉得有一点点偏哦，所以看不出来他这个建成的一个位置。后面的这个2有一点歪了，歪了，是。
他们在绕脚的表现不错，刚刚包含前面的连续的2个换铃哦，也都是很精准的。我这边也是来做一个这种跳号的。好，没有移位，他这个天罗地网有点可惜哦，这算是漏接哦，抛的小朋友其实抛的蛮准的。好，这个到圆圈也处理得很好哦，他先分叉完了之后，每一个人到位置的时间都是统一的。对。再回到直线。有一个小朋友可能没绕到，你接起来，赶快把铃给捡回来。做30，好，2个很漂亮的26哦，哇，都是在收铃的地方哦。这个可能要再多琢磨一下，我觉得他的手速其实是没问题的。好，一样哦，3个人做这个出海的一个换铃哦。后面不确定有没有一样的执行哦，但是起码前面这3组他执行的是很彻底的。对。好，现在长绳来。然后一样一个过场动作，来看起来加速的时间不会那么单薄。长绳还有。哦，有一点可惜哦，他本来第2个回来应该也是要在线上的哦。这里动作很好，他确实就应该在某一些的时间点，就真的这样子放慢下来哦，不会觉得一直都是动态性的。好，这个位置就稍微比较不明确哦。好，一样哦，旁边7个陪衬哦，中间一个做难度变化哦。是。其实希望旁边的小朋友都可以跪着做，才可以更凸显这个中间的小朋友。重点现在它的焦点就是在中间了。对，但是因为旁边的存在感也蛮大的，因为前面2个小朋友其实长得蛮高的哦。
对旁边人来说，就是尽量要想办法让缩小观众看不到，不会注意到我。是是。好，丽湖国小的女子团体也顺利的完成。接下来这个就是粉红泡泡军团，高雄的五福国小，今天服装非常有特色的一间学校，那也是这次女子团体赛当中的压轴。是。五福国小是6位的选手。你看五福国小现在场上就是这6位啊，自己在摆啊。对，只是他们的零也数量也确实是蛮多的、哦。如果他们6个人都要30的话，30再加2个背零，那确实哦，有可能确实是需要那么多零的哦。开始的位置是集中在中心点，跟舞蹈表演一样。一个小小的开场，很像在看这种流星啦啦队的表演，有没有？他们的站的位置目前感觉比较好哦，有一点发散，才不会感觉整个东西有点皱在一起，看不清楚零的表现。是。好，这个是一个有难度的哦，渐层抛零加上薪火相传。到目前看起来同步性都蛮高的。对。这边有救到。哎呀，可惜差一点点。都已经碰到了。对。哇，他们是真的会跳舞。真的有在练的呢。对，那他们其实刚刚这样运铃啊，接着出手的那个力道，其实我是很喜欢的。我觉得他那个力道是给人家感觉扯铃其实是这样有力的，不是虚虚的在空中飞哦。是。那这次的编排给每一个选手总位的量其实蛮大的哦。好，直接接到2个30。哎呀，这边还可以哦。其实它应该飞起来的哦。好，做一个交叉的给的一个方式哦，可以马上的再回传哦。
接到，飞奔了，赶快把铃给拿进来。所以这个距离，你看到小朋友应该跳2下就到这个位置，这就是一个适合的一个圆圈大小了。好，那接着第2首歌也来了，长绳也出现。因为长绳有把它分成2段，通常2段中间只会用手抓线，它确实也套了一副棍子在里面。对。好，另外一段一样是双绳哦。双绳对，双绳就要注意哦，如果握得不够紧的话，就会卡到缝里面。一样是做一个彩虹哦，但是因为是双绳，画面就丰富很多。对。哇，现在还有交叉的，哈哈。2组双绳一起动，应该是要做直立的一个滑刷了。哎呀，可惜哦，其实应该是被他捞到的，不小心失败。哇，但这是在这一次的团体赛当中，哦，看起来是要斜的一个直立，对，也是一个渐层哦，但是是从直立射过去。OK， 跳起来把它给拦下来。好，作为压轴的组合，现在五福国小也是卯足全力。是。好，这个刚刚这样就处理得很好哦，3个小朋友一起陪他到左边，一起带领回来哦，不会感觉这个队形分散得很大。那这些选手感觉起来，他之前就对于团体的走位应该是很明确的，所以他们的相对位置站起来是相对好看的。好，一样哦。接下来一定会进入这个多龄的环节哦。怎么样，这个画面不会杂乱哦，也是教练要伤脑筋的地方哦。好，4个30，然后2个是双0 ，OK。哇，看起来这样子辛苦的跑位，这小朋友每次做完一个全场，应该都会多瘦300公克。练习一次就好累哦。没错，很成功的一个跑位哦。那这个音乐跟小朋友的服装搭配起来是青春洋溢哦。是。好，那这一组是在女子高年级的团体赛当中的压轴的组合。的确，在压轴组合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在前面的女子团体赛当中，比较没有出现到的动作。对，而且每一组有不同的风格哦。其实他们的动作，我必须说他们的教练很改编。是。有一些在国小高年级不会看到的动作，他们也给他吹了哇，所以真的在这一次的确国小杯是人才进出。对哦，而且还看哦，其实在这里面每一个都可以看到教练的巧思哦，怎么编或者是位置怎么样配合。有的时候选手的站位哦，它也会影响到整个教练编排的表现。对，那根据每一个小朋友不同的个性呢，教练他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安排。是。那我必须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团体高年级，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都觉得非常精彩。是。在这一次就看到2组都是高年级的团体赛，在最后的压轴，的确团体赛看起来就比前面的这种个人赛来说，还要再多一点的这种互动性。确实，个人的话看的是技术，那有没有放大招跟小朋友的天分。对。那双人的话看的是零的队形的，那团体真的就是队形的转换跟教练的能力巧思。是的，是的。哇，这个有时候教练这种灵机一动的想法，真的就会让整个表演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好，那在这一次114年度的全国国小杯扯铃运动锦标赛的赛程，在刚刚这个高年级的女子团体赛结束之后，就全部的告一段落。也想稍微问一下郑老师，对于这一次的全国国小杯有怎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一次的国小杯让我开始大开眼界，除了我们有看到一些怪兽级的天才选手，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新兴的教练开始亮相哦。他编排的手法哦，已经比传统的教练还要更突破、更大胆了哦。对，所以我更期待每一次的国小杯，除了是小朋友的展现之外，还有教练巧思的展现，也是让我很期待的哦。是因为像刚刚看到这个团体赛，还包含融入了一些舞蹈的巧思，对，而且他们是真的有在场上跳舞，也真的有练舞，对，看起来不是随便凑上来的哦，是。所以除了扯铃之外，他们把这个舞蹈融合，而且融合的很棒，融合的很好，对。好，那在这一次的转播工作就要准备在这边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在这2天的收看，也谢谢郑子毅老师这2天陪着我们一起欣赏这么精彩的赛事。谢谢主播的引导，也谢谢各位观众的观看。好，我是蔡柏宇，我们在下一次精彩的赛事当中再会喽，拜拜，拜拜。